孙子，没想到把你害了，老板你冤枉啊！有人说这是继《霸王别姬》后最好的国粹电影，前者由张国荣、张丰毅等给我们展现了京剧之美以及宏大的传奇故事，而这部电影则由老戏骨朱旭给我们带来了何为川剧之奇，变脸之绝。让人可惜的是，变脸享誉国外，但在国内受关注度较低，甚至很多人都没看过这部影片。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巴蜀之地的小县城，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整天背着箱子，带着猴子走街串巷，表演他的祖传绝活变脸。由于其精湛的技艺，周围的街坊邻居称他为变脸王。这日恰逢元宵佳节，街头上张灯结彩，好不热闹。变脸王在街头趁势献艺，引得围观群众拍手叫绝。然而随着一阵烟火出现，观众们很快便散开，朝着游行的戏台子奔去。是大名鼎鼎的活观音来了。路过的巡警看出变脸王的落寞，好心塞给他一块铜板，恭贺开张之喜。就在变脸王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忽然一块银元落在脚边，原来是活观音给的赏钱。活观音，梁老板。隔天梁老板请变脸王喝茶，他走南闯北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到变脸这项绝技。二人一番客套后，梁老板表示想和变脸王合作，拉他入梨园，如果把变脸和川剧结合，将来必会大放光彩。可变脸王听后却拒绝了。抱歉，隔行如隔山，我是个孤命人，不合群的，独来独往跑单帮惯了。请问老师傅可有衣钵传人了？此话一出，正好戳中变脸王的痛处。断了香烟这点小本事，就带进棺材去。没有香火传承，梁老板感叹可惜。不过人各有志，他也不好强求。将军不下，各自奔前程。多谢梁老板开茶钱，袍哥人两下一起。听到袍哥二字，梁老板身体微颤。他在戏台演旦角，算是半个女儿身。当时的人们普遍重男轻女，而戏子又属下九流，根本进不去江湖袍哥会。变脸王自知失言，合掌连连道歉，而梁老板并未怪罪，只是感叹道：各有各的肚皮疼啊。梁老板临走时建议变脸王接续个香火，别让绝活失传了。变脸王似乎一下被点醒，他无后事小，可祖传的技艺要是断在自己手上，实在无脸面对祖宗。恰好此时路边有卖送子观音的，他也想为自己续香火，于是便买了一个。奈何他独身一人，这让送子观音也无能为力。变脸王年轻时也曾娶妻生子，儿子不幸意外身亡，老婆嫌他穷，不久后也跑了。为了接续香火，变脸王跑到黑市想买一个儿子，可看了一圈多是女孩。我有几个男娃，可月份太小，自己买来怕也养不活。大爷，就给2块钱吧，2块钱这娃就是你的了。你这娃太小了，大爷，我喂不活他。才2块钱呢。没找到合适的，变脸王失望离去。此时一个稚嫩童声却将他叫住：爷爷。回头一看，竟然是一个男娃。变脸王瞬间心动了。你几岁了？8岁男孩，我的亲儿子。要不是家乡闹水灾，我还舍不得卖他呢。你给10块袁大头，娃娃归你了。10块？你漫天要价，我不是财神。男孩的父亲把价格降到5块，变脸王仍然没有回头，直到那声清脆的爷爷再次响起。爷爷。这一声爷爷让变脸王的心彻底融化，最终他花5块大洋将孩子买下，还给他起了个名字狗娃。在当时那个动乱年代，孩子的名字越不雅也就越好养活。为狗娃买了一身衣服后，爷孙俩回到住处，一艘简单的渡船，船上还有一只叫将军的猴子。狗娃听话懂事，一口一个爷爷，叫得变脸王的眼睛都笑弯了。想到自己的手艺总算有了传人，变脸王迫不及待地给狗娃表演了变脸。狗娃看后欢呼雀跃，孙子开心的笑声治愈了他多年的孤寂。天黑后，狗娃端着碗狼吞虎咽，显然很久没吃过饱饭了。二人闲聊时，变脸王问狗娃原来的家在哪？我家就在这儿，爷爷。你姓什么？我爹说姓刘。你爹？那个人是你爹？胡说，哪有亲爹卖儿子不流眼泪的？他是个人贩子。
变脸王看人很准，那人的确是个人贩子。聊起伤心事，狗娃撩起衣服给爷爷看身上的伤，字一块青一块，全都是人贩子打的。爷爷心疼坏了，对人贩子破口大骂。他平时训练猴子都没下这么重的手。听着爷爷的关怀，狗娃委屈的放声大哭。你时来运转了啊！从今以后，你姓王，跟我姓啊。你是哥老子的孙子，看哪个最敢打你！隔天变脸王在船上画着脸谱，他告诉狗娃，这是咱的传家宝，他不传外人，也不传女的，只传给宝贝孙子狗娃。狗娃听后若有所思，他见爷爷似乎被痒，立刻把手暖热给爷爷挠痒。变脸王得意舒坦，看着手中的玉米心痒痒挠，这物件以后再也用不上了。夜深后，狗娃被尿意憋醒，爷爷让他站船上，尿到河里就行，而狗娃却偷偷跑去岸上蹲着解决了。这一幕正好被猴子看到，他刚要出声提醒，就被狗娃吓得咽了回去。第二天，狗娃不幸感染了风寒，一直高烧不退。变脸王急得火急火燎，抱着他来到药铺，可药的价格变脸王实在负担不起。当初买狗娃，他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，无奈之下，变脸王只好卖掉祖传宝剑，深夜筹钱救孙，疼惜之情溢于言表。狗娃的病好后，变脸王抱着他在街上闲逛，正好遇到了练习的梁老板。孙子，我的孙子。好啊，我给老师傅贺喜了。哎呦，同喜同喜！为表庆贺，梁老板邀请祖孙二人照了一张合影。二人离开后，遇到一甘蔗小摊，老板很会做生意，若是有人能一刀将甘蔗对半劈开，那甘蔗就白送；反之没劈开，就要花钱买走。变脸王一时寄养，要给宝贝孙子露一手。将甘蔗递给狗娃后，变脸王还想继续，殊不知此举相当于断别人财路。一旁的男人手拿弹弓，趁机暗算。想到童子尿办不回，可以治刀伤，变脸王让狗娃赶紧撒尿。狗娃听后慌了，连连后退说不。你咋的了你？我是个女的。得知狗娃是个女的，变脸王当场崩溃了。老子眼瞎了！爷爷，你躲开！你小小年纪，你勾结人贩子，你骗我老江湖，我真是笨猪子！传承手艺的梦碎了，变脸王让狗娃滚开，二人从此没任何关系。我不是骗子，我让人买过7回了，都嫌我是女的，拿我当牲口。只有您老人家心好，把我当人，当亲人，我怕说出来了，你不要我了。听着狗娃的哭声，变脸王也不忍心责备，只是变脸技艺传男不传女，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是断然不能变的。我不卖你，可我也不能留你。随后变脸王都给狗娃一袋钱，让他自生自灭。爷爷，我会洗衣服，我会做饭，我还会给你挠痒痒，你不要把我扔了，爷爷。不管狗娃如何哀求，变脸王心意已决。狗娃舍不得离开爷爷，在岸上不停追赶，最后竟跳入河中。变脸王吓得脸一惊，大骂着跳入河里。事已至此，变脸王不再撵狗娃走，可以留下做短工干杂活，不过不准他再喊爷爷，而是改口称老板。吃得了苦你就干下去，受不了就两分手，懂了吗？我懂，我能吃苦。两人的身份从爷孙俩变成了上下属关系。好在狗娃凭着机灵劲，加上不怕吃苦，两人的关系也好了很多。只是变脸王再也不提传授变脸的事。这天二人在街上卖艺，围观的群众无不拍手叫好，几个当兵的也被吸引过来，其中一人好赠一串赏钱。变脸王开心的拱手道谢，不料当兵的却走上前要求变脸王把变脸诀招录个底，让他的兄弟们开开眼。钱给了，你这脸是怎么变的？把绝招抖一点出来，让咱弟兄也开开眼呐！老子有的是钱。各位军爷，技府外传海不露底，1000两黄金不卖到十字街头送过交。各位高抬贵手，金盆打水银盆装，原谅。
可几个当兵的不肯罢休，他们马上就要奔赴战场，这一去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临死前，他们就想瞧瞧这变脸的底细。几个大兵不依不饶，一旁的狗娃却言辞犀利地顶了回去。嘿，要露点儿，除非你们是我师傅的儿子。我师傅的绝招传男不传女，传里不传外，连我都不传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小东西！眼看当兵的要动手，变脸王赶紧说道：“今天就算把饭碗砸了，也要让各位军爷高兴高兴。”如此近的距离，当兵的也没看出端倪，几人看得开心了，还把收走的赏钱又还了回来。各位，说穿了很简单，功夫全在手上呢。只要各位练上10天半月，我担保都成变脸王。好，够朋友，打完仗回来跟你学变脸。回去的路上，狗娃担心地问道：“老板，你没露点吧？”变脸王呵呵一笑，自然不可能。在日渐的相处中，变脸王越来越喜欢这个孩子，他不仅乖巧懂事，还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温暖。而唯一遗憾的，他为什么不是个男娃？隔天，变脸王领着狗娃去看梁老板演出，当看到观音生前为了救父而割断绳子坠入无间深渊时，狗娃非常感动。他虽然不懂西文，但观音救父的画面却刻在了心里。回去的路上，狗娃还深陷其中，迟迟没有回神。老板，我观音不是救他爸爸摔死了吗？咋又活了？变成神仙了，那就是观音菩萨嘛。那他是好人吧？观音行善，救苦救难。在生活上，狗娃勤快能干，将变脸王的生活料理得妥妥当当。可他表现得越好，变脸王就越遗憾。你要是个男娃子多好我哪点比男娃子差？就是差个茶壶嘴哦。变脸王知道狗娃是个学变脸的好苗子，可祖规不能变，自己也无法打破思想的束缚。狗娃对此很不服气，他转身拿出送子观音像。你看，菩萨有奶子，是女的，你为啥要供着她呢？为了证明自己不比男娃差，在表演时狗娃更加卖力，甚至想要悄悄学变脸。可变脸王像防贼似的，化妆时从不让他靠前。这天变脸王不在，狗娃好奇地把脸谱拿出来，举在油灯前仔细观看，竟然不小心点着了。狗娃吓得将脸谱甩开，正好甩到草堆上，很快整个船舱就被大火淹没。任狗娃怎么抢救也于事无补，最后只抢救出了变脸王卖艺的箱子。等变脸王回来后，栖身多年的小船已经面目全非。狗娃躲在暗处捂嘴痛哭，他自知犯下大错，更没脸再见爷爷，于是悄悄离开了。狗娃走后，变脸王又成了孤身一人。此时正是动乱时代，百姓命如草芥，潮湿泥泞的青石路上，随时都有人无缘无故倒下。隔天，狗娃在流浪乞讨时，再次被人贩子抓住。我又捡了一个，没带办。见狗娃是女孩，买家本不想接手，可随后又问她会哄孩子吗？原来人贩子最近的生意也不好做，他们铤而走险，帮了一富家的男娃。无奈孩子一直哭闹，所以才让狗娃留下去帮忙照看孩子。你是谁家的孩子？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天赐。狗娃了坏了，端起碗里的剩饭就吃。天赐也心疼姐姐，递上一个鸡蛋。姐姐要给你吃。两个人从此相依为命。慢慢的，狗娃待天赐就像对待亲弟弟一般。本已心灰意冷的狗娃不忍心看到天赐和自己的命运一样，又想到变脸王想要一个孙子的愿望，于是趁人贩子不注意，带着天赐逃了。人贩子发觉不对，立刻叫人四处寻找。好在姐弟两人藏在桥底，才躲过一劫。另一边的变脸王已经把小船修好，只是夜深后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将军看出他的心思，于是拿出他和狗娃的合影。可变脸王看后却一声叹息，还把照片撕碎扔了。将军又递过来一壶酒，变脸王端起喝了一口，感叹还是你最好，可惜做不了我孙子。你再好，你也盯不了个孙子。狗娃和天赐藏身在一处破庙里，半夜天赐起来尿尿，狗娃看到了爷爷说的茶壶嘴嘴，说爷爷见了一定会喜欢你。我想爷爷，我也想爷爷。明天
姐姐带你去找爷爷，爷爷叫变脸王，他会变脸，本事可大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变脸王去庙里求了一卦，问师傅自己这辈子还能不能有个香火。师傅劝他不必为此所困，你命中注定会有一个孙子。孙子在哪儿？北方人癸水，水边抱孙子。变脸王听得云里雾里，当回到小船边，竟然真有一个大胖小子。爷爷，谁是你爷爷？变脸王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天赐。变脸王心花怒放，真以为是观音显灵了。天黑后，变脸王问天赐：“你家在哪？”不知道。你姓什么？我姓天赐。谁带你来的？姐姐带我来的。姐姐？谁是你姐姐？啊？她在哪儿？狗娃！狗娃！可周围漆黑一片，根本没人回应。变脸王和狗娃都不知道，最近城里少了很多孩子，还有一富家少爷也被人偷走了。孩子的祖父找到巡警，让他们四处张贴悬赏告示，而这位富家少爷正是天赐。变脸王带着天赐上街游玩时，被人抓个正着，不容他狡辩，几个巡警骑着马，直接将他拖回大狱。这一幕正好被啃萝卜的狗娃看到。变脸王在当地也有些名气，本片的巡警也不相信他会是人贩子，可碍于富户给的压力，长官下令把变脸王屈打成招，顺便把没破的拐卖案全都算在他身上，最后数罪并罚，变脸王被判了死刑。狗娃担心爷爷，向值班警察讲出实情，可对方人微言轻，哪里管得了这种案子？在狗娃的苦苦哀求下，警察同意让他和变脸王见一面。老板，我本来想给你送个孙子，没想到把你害了，你冤枉啊，冤枉啊，老板！事已至此，变脸王没有怪罪狗娃，只能坦然认命。狗娃将脸扑递过去，变脸王瞬间泪崩。变脸记忆他耍了一辈子，最遗憾的是没能把他传下去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是我把你断了，断了。老板！变脸王将脸谱全部撕碎，随后让狗娃把将军给领走，让他以后埋一夜好有个伴。我前生欠你断头香，我今世还你性命债。3月清明7月半，你给我烧几张纸钱，就算你对得起老板了。变脸王认了命，可狗娃不想如此。孙女来给你送行，哎，你连个笑脸都不给人留下，快走！老板，快走！狗娃孤独地走在大街上，时刻想着怎么救出变脸王。在酒馆老板的提醒下，狗娃找到梁老板帮忙，可他进不去梁宅，只好在外面跪了一夜。你不是男娃娃吗？我不是，我是让人贩子卖给……那你在这儿？我爷爷让警察抓去了，救救他吧！梁老板看得心疼，更敬佩狗娃的孝心之举。随后他找到师长为变脸王求情，师长却说地方官司他的军队管不着。其实梁老板和变脸王一样，都是戏子艺人，他们人微言轻，谁又真的在意呢？在人家眼里算不得什么。梁老板无计可施，只能给了狗娃一些钱当做盘缠，可狗娃并没有走。这天师长过大寿，梁老板也来献艺，只见狗娃倒吊着从天而降，他是来喊冤求师长帮忙的。狗娃，你不要命了！师长，变脸王没有拐骗人家小孩，那小孩是我救出来送给老板的。狗娃这时效仿苗山三公主，腰绑绳索向师长求情，重审变脸王的案子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
地方的官司，军队不管嘛。师长不管，我就割断绳子，摔死。狗娃，你不要胡闹！师长只当是小女娃胡闹，转身带着人走了。谁曾想狗娃毫不畏死，一把割断了绳子。情急之下，梁老板跨步飞扑过去，将狗娃抱住，二人相拥着滚下台阶。狗娃磕破头晕了过去，梁老板抱着他走向师长。师长，你眼睁睁看着这拼死喊冤的小女孩无动于衷吗？你还能袖手旁观吗？你是铁石心肠吗？罢，我梁素兰只能道谢贵龙码头，怀抱女儿，头顶冤状。南京告，北京喊。梁老板有修养识人情，虽说是半个女儿身，但也是个有道义的江湖人。冤枉啊！此情此景，师长终于被打动，连忙追上去说：梁老板，你真是活菩萨呀！你一个唱戏的，有这样的血性，我这个带兵的也不是孬种。念着这孩子的一番真情，这案子我管了。在师长的帮助下，变脸王很快无罪释放。出来当天，变脸王来感谢梁老板的救命之恩。梁老板邀我入伙，是我不识抬举，我今天我就把我这点小本事老师傅误会了。若趁老师傅危难之时夺人之美，我就枉做江湖中人了。老师傅，虽世态炎凉，可人间还有真情在呀。要不然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呢？听闻此话，变脸王感触良多，当即跪下磕头拜谢。梁老板告诉他：你该谢的不是我，而是狗娃。你的狗娃，他才是老师傅的救命恩人呢。变脸王闻言恍然大悟，他匆忙赶回家，看见狗娃正努力地擦洗小船。狗娃，老板，狗娃啊，叫爷爷，叫爷爷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。祖孙二人相拥而泣。这一刻，变脸王终于想通了，那些祖宗规矩都已经不重要，他将自己的变脸绝活毫无保留地传给了狗娃。爷孙俩在川江边享受着这苦尽甘来的天伦之乐。爷爷。电影《变脸》上映于1995年，其编剧是被誉为巴蜀鬼才的魏明伦，由第4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吴天明执导。老一代电影人心中有着浓郁的人文情怀，吴天明便是最好的代表之一。影片通过民间艺人的命运，反映出底层百姓的生活疾苦，借人间温情去批判封建思想的腐朽愚昧。世态炎凉，民众人心惶惶，甚至不惜毒害他人。可就是在这样的世道中，那少数人心中仅存的人性，才显得格外温暖。狗娃之恩图报，从一个被救者成为了拯救者，也用真心换回了变脸王的真正接纳。所以说，人生浮沉也好，缘分纠缠也罢，如果少了一颗真心，都很难获得圆满结局。都说戏子无疑，可剧作者偏偏把梨园戏子叫成活观音，无疑给了世俗观念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江湖手艺人凭着真本事吃饭，最后却被诬陷性命不保。残酷的现实又给了黑暗社会一张丑陋的脸谱。影片中梁老板的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：虽世态炎凉，可人间还有真情在，要不然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呢？真心待真心，才是人与人相处的最佳秘诀。此外，一众演员的优秀表演让人忍不住夸赞。赵志刚饰演的梁老板重情重义，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着做人的自知和自尊自爱。他所演绎出的那份飘摇无奈，时不时的让我们又回到《霸王别姬》中赤子身处乱世的辛酸。小演员周仁莹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，据说他从小被弃养在杂技团学艺，和片中狗娃的
经历有相似之处，难怪会演得如此生动。可惜的是，在这部影片之后，他没再演过其他电影，慢慢杳无音信了。朱旭老爷子自然不用多说，真正的戏比天大的表演艺术家，直接将变脸王这个角色给演活了。戏里戏外都是人生，导演吴天明和朱旭老爷子都已经驾鹤西去，世事悲喜如同电影一场，人生得失荣辱，每次都恰似一次变脸。